做陶瓷呢很好玩，像魔法师，就把没有生命的赋予它生命，无的变成有。我是家里就是非遗的第3代，爷爷是去美国学西洋画，我外公一家都是做微雕的，父亲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梅文鼎。在我进广州美院的时候，我已经可以独立完成作品，而且还获了奖，所以我是有一定基础的。所以在美院的上学期间，我是对其他同学是非常有优势的。就人家是零基础嘛，我已经可以独立创作，对每一个工序都很了解。因为父亲的光芒很强，所以我一直就想证明自我价值，然后我要逃离父亲，就是不在我父亲的庇荫之下，是光芒之下。广州美术学院一毕业，我就去做广告，那时候是1997年，然后去学广告。但是我觉得广告太累了，它因为更新的很快，它的艺术生命只有2个月，2个月就又来新的来替换它，来刺激消费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好累。然后在2001年我就回家了，从零开始做陶瓷。我觉得做陶瓷呢，在我死了之后，那件作品还在。所以那个艺术生命会很长。开始我会做一些很写实的，但是做了出来不舍得卖。现在很多作品都以可爱为主，有些作品你可以看到我的影子，就是像有个兔子啊，就是有脾气不妥协，就是我自己了。其实作品都跟人的，不知不觉的，不是刻意的，是一个作者的一个真实的写照。以前我是单干的，然后进了美堂的厂之后，我觉得可以把我的作品批量化，走进千家万户是我的梦想。这是2023年，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来访华，然后我创作了一系列的叫路路通的作品，然后2024年11月拿了金奖。有一系列，这只是一件以汉砖为原型的一个作品，以后有展纸啊、篆刻啊，这样子一系列非常好看。有老师建议我给自己的作品加符号，他说你这样子成名会更快。我不这样以为，我觉得你要是做了一个符号，我以后的路只能这样走了，我的路更窄了。现在我玩过了，完成了这一个艺术点了，我就跳出来重新做另外一个，我会尝试不同的自我。现在更喜欢用材料的花界，就是用陶瓷跟玻璃啊跨界的，我觉得可以很好玩的。就是陶瓷不是只是一条直线的，还可以纵横的。特别我们是2025年嘛，我觉得我们创作有更多的可能。我觉得很多收藏家是把我的思想买回去了，就我想把我的思想怎么表现给你看，你刚好频率接上了，就共振了。你现在所以看到的明星巨星啊，像张国荣啊、Michael Jackson 啊，那些都是不跟市场走的，都是遵循内心的。我觉得你做什么，你就问一下自己，你为什么来走第一步？所以对每个年轻人都是要尊重自我，而不要讨好市场，也不要追求市场，那你过的人生才有意义啊。